阿龙一家终于回山上的家里了，可是回来没几天，小女儿却发烧了，心疼死阿飞和小花了。看来改造房子的想法势在必行了。小花总是闲不住，又清理院子了，很是爱干净，眼里容不下一点沙子。小花每天在家除了干活还是干活，没有一天是躺在床上好好休息的。今天小花计划把院里的角落收拾出来，种上草莓和一些菜，不然闲着也是闲着，以后无论是自己吃还是送给邻居，都是不错的选择。小花无意看到一个蜂蜜箱子，里面还有几块蜂蜜，由于时间太长了，已经风干了，所以顺便也就把它清理掉。里面死了的蜜蜂，干脆直接把它倒出来，连同箱子一块收拾了。能清理的东西至少可以收拾的，小花绝对不会放到一边不管不问。家里有一个像小花这样贤惠的人，想让家里乱点都不容易。几盆草莓还是从竹房子带过来的，小花就喜欢养些植物，这也是小花唯一的爱好了。草莓长势不怎么好，先把草莓放到地上，一会收拾出来空间，直接种到地里面去，这样就可以更好的吸收营养了，说不定到时间还可以吃上草莓。在家里或者小院里面想种植东西，必须首先要翻地和除掉杂草，草多了种植什么都不会有收获。小孩子又没有地方玩了，所以只能跟着小花打发时间了，随便拿起来一个东西就当玩具了。如果说小花家超级穷，那也倒不至于，至少每天吃穿不用发愁。但是如果想买点多余的东西用品等等，如果不节俭点乱花钱，家里那一点点存款肯定也早就没有了。小花在除草，小孩子也在边上跟着学，这何尝不是小花小时候的场景。小花家里比较穷，早早就跟着父母每天下地干活了，所以小花坚决要让孩子以后上学读书，不能像自己这样一直还没有走出大山。虽然阿龙是大学生，但是毕竟有文化的差异。好多人都会问阿龙为什么不回去呢？随便找个工作也会比在越南的大山上强，但是谁又不想呢？谁会心甘情愿生活在大山里面呢？阿龙回去回哪呢？家里早就没有人了，只剩下阿龙一个人。阿龙来越南就是怕回忆，怕想到自己之前家里的事情，所以才惩罚自己来到了越南。不过还好遇到了小花，生活的很是幸福，很是让人羡慕。阿龙也在等一个机会，等一个走出大山的机会，带着小花和2个孩子去往大城市生活。就凭着阿龙的大学生身份，还是有机会的。小花把地整理收拾好后，就开始准备种植草莓了。虽然没有多少，但是通过自己种植，也可以让孩子体验过程，知道草莓是怎么生长出来的。种植草莓很是方便，种上这一次之后，以后年年都会有草莓吃。小花把孩子喊过来，看着如何种植。孩子跟一个小大人一样，虽然年龄小，但是已经很懂事了，很少让阿龙小花费心。种到地里面，再把埋草莓的时候，里面带着营养土，一块放到草莓的四周。小花每天干活，没有不累的时候，往往都是一边干一边坚持。自己要是不干，那活就都成了阿龙的了。小花很是心疼阿龙的，当初搞对象的时候，小花一眼就喜欢上了阿龙，经常去阿龙自己住的小房子给阿龙做饭，一来一去时间长了，自然而然也就在一块了。说实话，要是没有小花，阿龙也不会坚持这么多年，或许早已经回国了，那又会是另外一个故事了。把新开发的小菜园周围插上树枝，这样种下种子之后，也可以防止一些小鸟之类的吃掉。大家关注阿龙小花时间长了之后，就会慢慢从2个人的身上，或许会看到自己的过去，也或许会让你想起曾经的点点滴滴，一下子把你带回到10年、20年前的自己。想想那时候自己许下的愿望，到现在实现了没有？那个梦想仗剑走天涯的热情还在不在？越南烤竹笋，你肯定没有听说过，肯定也没有吃过，真是大开眼界。小花下午闲着没事，上山挖竹笋，邀请邻居一块吃竹笋。小花很高兴的上山挖竹笋了。自从住到这里之后，每天都在忙碌，也没有和邻居有一个近距离互动。山上的竹笋个头很是大，并且很新鲜。上山挖竹笋回去给邻居烤着吃，也算是请邻居了吧。虽然没有大鱼大肉和啤酒饮料，但是这样简简单单的，大家也会很满足的。小花很顺利的就找到了一个竹笋，看着都很大很美味。这要是在超市买一颗，那也是相当贵的。在山上就是方便，只要勤快点，就有吃不完的美味。埋在土堆里，又一个被小花发现了，看着颜色就知道品质非常的好。从田间地头到饭桌上，只是一步之遥，很是方便。走到竹林之中，满山遍野的竹笋会让你挑花了眼，一个挨着一个，砍都砍不完。有些人舍不得买的竹笋，在小花后院里面，简直就跟在马路上捡的一样。阿龙生病还没有恢复好，小花这几天也是受苦了，全部活都是小花自己完成。当然，小花也体会到了阿龙每天忙忙碌碌的不容易。大家喜欢阿龙小花生活的，
在观看视频的同时，拿出你发财的小手，给小花点点小红心哦，感谢大家了。竹笋长得很多，小花没用一会就找到了10几根，大多个头很大，再多的话，对于小花现在的身体，肯定也会吃不消的。等到什么时候想吃了，可以随时再过来。所以小花也就准备回家了。山上没有路，走得多了，自然而然就成了路。小花弯着腰走起路来，看起来有些吃力，显然是生完孩子以后还没有完全恢复。不过这种特殊时期也要注意自己的身体，不能以后落下毛病了。小院里面燃烧的柴火也已经冒起了烟，回去放到火上烤的时候，就可以把邻居喊来一块聊天，谈谈家常了。回来之后，小花把竹筐放下，然后把今天的收获直接放到火上。今天的烧烤就算正式开始了。不过这种吃法，你们是不是第一次见呢？这种做法做出来会不会好吃呢？隔着屏幕都已经流口水了。阿龙听到翠华回来之后，也背着孩子出来参加这次烧烤大会了。烤竹笋相对于之前视频里面，阿龙直接生吃竹笋，感觉这样会更完美一点吧。一个邻居家的姐姐也已经在一旁坐着等着吃了。山上居住比较潮湿，同时蚊虫也比较多，小儿子一直喊难受。大家可以看到，孩子的肚子上被蚊虫都咬满了大包，怪不得孩子一直哭闹。虽然穿着衣服，但是由于山上的蚊虫太多，防都防不住。这也是在山上居住一个最大、最让人讨厌的事情了。一两个就让人很难受了。可以看到孩子肚子上都已经满是红点了，这滋味肯定也是不好受的，只能给孩子赶紧弄点药抹上了。小家伙肯定是偷偷跑到角落去玩了，全身上下都被咬了，这滋味估计下次就长记性了。不过还小还不太懂，抹上点国产的风油精，用不了多长时间也就没事了。邻居家的孩子比小花家孩子还是要小一点，邻居家穿着打扮显然是比小花一家生活水平要高，不然前几天小花也不会买新衣服。毕竟都有一个爱美的心，一边烤着一边聊着天，这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。地上的竹笋外表也都烤得黑黑的了，看样子也快熟了。还有最近阿龙的身体不好，到处都是毛病，眼睛还没有好利索，嘴里面又长了口腔溃疡，真的是一件接一件的来。在大山上居住，平时没有准备足够的药品，一旁正在烤着竹笋，小花直接走到旁边的草堆里面去拔草了，用中医的方式给阿龙治疗。先不说管不管用，你看小花回去还知道在火上面烤一烤，管不管用放到一边，小花的心有了，自然而然也就去火了，一高兴就什么病都没有了。当然小花这么做肯定也是有原因的，拔的草虽然到处可见，但是长期生活的经验告诉小花，这种方法还是很管用的。烤好之后直接给阿龙放到嘴里，含上一会就可以了，非常的方便。大家也可以看出来，最近小花换衣服换得很是勤快，来到这里生活之后也变得爱打扮了。不过嘛，现在有这个条件，该享受的时候还是要享受的。小花叫来2个邻居，都是和自己年龄相当的，孩子也都很小，这样大家聊天才没有代沟，想说什么就说什么。看到这种热闹的场景，阿龙心里肯定也是乐开了花。平时在竹房子里面住，很少会接触到其他人，一群人有说有笑的，简直是太幸福了。这么多人，没有羊肉串，没有啤酒饮料矿泉水，更没有给孩子吃的零食，但是大家却依然开心得很。只有从山上砍下来的竹笋，依然却吃得津津有味。或许在他们眼里，这么吃会比大鱼大肉还要幸福吧，毕竟都不会攀比，大家生活条件都差不多。看着小花吃烤熟的竹笋，瞬间是不是也想尝尝了？看着都流口水，大人吃得香，小孩子也不例外，一边吃一边开心地露出微笑。可以看到小孩子们都打扮得很是干净，真的是勤快不勤快，跟生活环境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小花拿着还在冒着热气的竹笋，正在切割给邻居们吃，这要是再配上点调料吃，那就更完美了。多亏小花想得周全，早就准备好了自己半制的秘制调料。看到这种热闹场景，有没有一种撸串的感觉？你多久没有和朋友或者父母在一块聚过了？不妨有时间了约3、5好友，在工作之余也放松放松，互相加深感情。几个竹笋一群人，使得整个小园充满了欢声笑语，很是热闹。这或许就是人们忙碌过后的一种放松方式吧。中国小伙阿龙在越南花800块钱买了一头牛，比起阿龙刚来越南闯荡，每天吃野菜简直太幸福了。一家4口乐开了花，生活水平又提高了。小花生完孩子以后，阿龙更加的勤奋努力，舍得花钱了，很快就又回到小康水平。今天特意买了零食野餐庆祝，家里又添新成员，以后阿龙在孤独寂寞想家，又可以对牛弹琴，跟牛聊天了。一个人来越南闯荡，现在已经成了幸福的一家4口。阿龙简直就是人生赢家，太让人羡慕了。就是以后苦点累点也值得了。之前阿龙小花从来都不舍得买零食吃，吃的菜全部是自己种的，衣服都舍不得买。今天情况特殊，就是因为带自己小女儿回自己家了，坐在山头
远望着自己6年时间打下的江山，开荒出来的土地，努力吧小伙！新买的牛很是听话，好像阿龙失散多年的家人一样。以后阿龙就又有事情做了。阿龙就喜欢养牛、鸡、鸭、鱼、鹅，这次算满足了。阿龙害怕牛吃不饱，特意给牛再换一个新位置。阿龙对待一头牛都这么用心，可想而知对待小花和孩子肯定也不会差。不然小花也不会死心塌地的喜欢阿龙。把牛换位置之后，当然也就意味着今天的野餐时间差不多了。阿龙找了一个野草长势旺盛的位置，牛也低头开始吃，心想这小子还是挺会给牛找地方。就这里吧，阿龙肯定懂他的意思了。这里就这里吧，还给你拴起来，不然刚花800块，你再跑了那就可惜了。阿龙回到野餐的地方，也准备开始收拾回家了。自从生了小女儿，还没有去过自己家，今天算是认门了吧。让小女儿感受自己家的大别墅，这样的生活，一家4口简直就是太幸福了，拿多少钱都换不来的。要不是天时地利人和，阿龙这小子也不会有这么好的运气，在越南发展的这么好，走在天然的大森林当中，简直比城市的公园还要好，悠哉悠哉，一点压力都没有。终于来到自己的大别墅竹房子了，长时间不来住，里面肯定已经全部都是灰尘了。走得再远，不管去哪，还是在自己家里好。地里的玉米也已经长得很高很高了，距离收获又近了一步。阿龙亲手种的果蔬也长势不错，这下2人就都放心了。回到自己家开放式的餐厅，先把东西放下之后休息休息吧，坐下来找之前的生活感觉。阿龙总是感叹时间过得快，但谁又不是呢？在有限的时间过好自己的生活就行了。小花睁大了眼睛四处观望，很怕自己家的东西少了。当然在越南的山上，10年也不会发生一次这样的事情。人们生活都很自律，所以阿龙小花就算长期不回来，也不用担心家里的情况。毕竟家里值钱东西一样都没有，小偷来了都要放200块钱再走。就连床上都没有一点多余的东西，几根竹子搭建的床，床单被褥上已经落灰了，其余没有任何东西。阿龙也在认真的打扫着，准备让2个孩子上来休息。一般人看到这样的环境，肯定想都不敢想，这样的环境中还生活着一家4口，到底是什么原因让阿龙来到这里？一般人真的很难理解的。收拾完，把小花喊过来，把小女儿抱下来。小花一直用越南方式背着孩子，孩子肯定也不会舒服的，赶紧抱下来，让孩子放松放松吧，不然时间长了都忘记了背上还有一个孩子。看阿龙的小表情，看到女儿之后，开心的像一个孩子一样，一儿一女已经很好了。阿龙竟然还想再生2个，感觉这种环境2个已经睡不下了，再多的话就更不好说了。四面透风的墙，小孩子又是刚刚满月，照顾不好随时都会生病的。山上早晚温差大，又是竹子墙，看到就让人为孩子捏一把汗。家里的房子也是时候改造了，但是一想到要买塑料布又要花钱，小花又会心疼了，很是舍不得。小花说坚持，孩子长大抵抗力好点就没事了。小儿子也赶忙凑过来，开始看着自己的妹妹，好像在跟她聊天说话一样。现在小儿子自从上了幼儿园之后，也变得比之前更加懂事了。阿龙说就是以后再苦再累，看到自己的2个孩子，一切烦恼就都忘记了。没有大鱼大肉，但是有地方住，有地方睡，还有自己的大院子。阿龙说这就已经很好了，这样的生活你会喜欢吗？感觉这样也太幸福了吧！真的是发自内心的祝福阿龙小花一家。假如1年给你20万，你愿意在越南的山上生活1年吗？就是这样环境，中国小伙不但不用20万，自己一人带1万现金在越南闯荡，现在已经是一家4口了。看到的就是阿龙的生活环境，一间几平方小屋，住着一家4口，四面透风的墙，光线很是充足，超级大的庭院，自己想种什么种什么，想开荒扩大面积，那就是自己的自由，没有其他人干预。小花在院里拔草，心情好的时候就干活，心情不好躺在躺椅上就歇着，自己想吃什么就种什么。超市里面的水果蔬菜卖的再贵，跟自己一点关系都没有。这么大的地，根本就吃不完，说什么也吃不完，那是相当的自由。这样的生活就是苦点算什么？小花一家就是喜欢这样的生活，一个人干活，一个人做饭，可以随意切换，随意安排。开放式的厨房，一顿饭只耗费几根柴火，做出来的饭还很香，你说气人不气人？小拖鞋配小灶台架子，不用西装革履，主打就是一个简单自由。用已经少见的滚轮打火机引燃免费的柴火，拿上小花家祖传的锅淘米做饭，铁锅根本就用不坏，想换新的都找不到理由。室外流动的山泉水入户，源源不断的流着，水费都不知道去哪交，根本就没人收。今天的菜系是米饭主食，主打就是吃自己种的。一家4口，2大2小，不用太多，一点点就够。享受的就是做饭的过程，那是相当的解压。没有手机，没有电视，爱好就是干活做饭，爬山领孩子，简直是一点压力都没有。
屋里小火苗在噼里啪啦的响着，在院里干活的小花都听得很清楚。在山上没有噪音，更没有跳广场舞的大喇叭声音，更没有甩皮鞭的大爷们的吵闹声，只有小鸟唱歌的声音。一人干活，还有一个小家伙在一旁捣乱，就是干上8小时也不会累，但是正常都不会超过8小时，毕竟自己说了算，想休息就休息，没有外人制约，不用看别人脸色。超级干净的做饭环境，和尼泊尔小花家比，简直就是一个地上一个地下。大火快蒸，没用多长时间就熟了。小花在院里也闻到了米饭的香味，准备停工不干了，回屋收拾休息下就炒菜了。回到屋里，阿龙摇晃着孩子，传统的越南领孩子方式，让阿龙学到了里面的精髓。小花把工具放下，想想还是不休息了。2个孩子都等着吃饭呢，洗洗就开始吧。今天大家会看到小花从田间地头收割菜到餐桌的成品的全过程。洗好把小孩交给阿龙，拿上镰刀就去找菜了。今天没有目标，找到什么就吃什么吧。来到后山看到笋真是太意外了，又高又大，品种跟其他还不一样，这还犹豫什么？直接砍就是了，一边砍一边偷着乐的就行了。这要是放平时，小花肯定都砍光光，吃不完的直接到集市卖了换钱，那多带劲啊！可惜了小女儿还小还要照顾，阿龙自己照顾2个孩子还是有困难的，毕竟小孩子不吃奶粉，只吃母乳。砍上3、5个够吃就行了，取出里面的精华，感觉不好的就直接扔掉，就是这么任性，自己想怎么着就怎么着。拿到山泉水旁清洗清洗，再加工加工，直接下锅爆炒就可以了，就是这么方便。水虽然有点凉，但是小花这体格一点都不怕，早就已经习惯了。水再凉，但是相比可以吃饱饭，其他的还重要吗？小花也要面子，之前干米饭揪着野菜吃，只放1点盐，没有1点佐料的视频记录已经不让发了，毕竟现在生活水平好了。小花说以后就给大家展示好的一面吧，那些过去的就让它成为回忆吧。所以想看以前视频的你，只能往回翻看视频了。那时候跟现在比，感觉现在的生活真的是太好了。你看现在炒菜都舍得放油了，想想之前吃的油水不多。小花一次回娘家做一个烤鸭，硬生生的把娘家1桶油都放上了，可把小花馋坏了。把切好的丝放入锅中之后，再配上点小青菜点缀下，做出来的菜系就有模有样，色香味俱全了。不过这菜看着像野菜又像韭菜，你们感觉这是什么？放上2个鸡蛋，再来一个西红柿炒鸡蛋，这可是小孩子的最爱，主要让小儿子吃的。阿龙小花就吃不要钱的笋，就已经很满足了。以前条件不好，孩子跟着吃，现在孩子上幼儿园以后也懂点事，已经开始挑食了，所以肯定不能亏了孩子。笨鸡蛋的颜色看着都不一样，再放上西红柿，看到小花的小案板，也确实有点太不讲究了。有时间让阿龙可以做一个新的。小葱花放入锅中，再进行翻炒。菜品做好后就可以出锅开饭了。做饭时间至少要2个小时，没关系，主打就是消磨时间，享受过程。菜品上桌就可以开饭了。把阿龙和孩子喊过来，在开放式的餐厅就慢慢享受用餐过程吧。主食米饭2个菜，吃饭其实是一天最享受的过程。利用吃饭的时间当做休息时间，还可以一边吃着美味的食物，看着都很享受很想吃，就是再累也没关系了。这就是在越南山上的日常生活。怎么样，有什么观后感？阿龙女儿发烧了，住在4面透风的房子里面，再加上小孩子刚刚满月，抵抗力太差，最终还是发烧了，太可怜了。早上刚刚起床，小孩子就哼哼唧唧的，阿龙就感觉出来不对劲了，孩子的体温摸起来就有异常了，这么小的孩子太受罪了。还好阿龙还是有所准备的，提前买了一部分药品，就怕会出现意外，给孩子准备了退热贴。知道自己家里的情况，竹子房4面透风，山上早晚温差大，硬件设施不到位，孩子生病肯定是逃不过的，很是让人心疼。阿龙给孩子把退热贴贴上，希望会管用，毕竟现在体温还不是太高，院里面雾气腾腾的，看起来就凉。看到这种场景就不愿意出门，所以有一个4面密封、保温效果好的房子还是很重要的。山上更是雾气腾腾，好像要下雨一样。在山上生活，更加要想办法保护自己和家人，不然像这么小的孩子以后可就受罪了。阿龙出门前还不忘了逗一逗自己家孩子，希望孩子会早点恢复正常吧，不然又要去镇里面的医院了，路途遥远，哪里都不方便。不过孩子的脸色看起来还是不错的，大大的眼睛，第一次住在自己家就生病了，以后慢慢适应吧。小花今天肯定不能干活了，留在家里照顾孩子吧，等孩子好了再计划去干事情吧。小花在家照顾孩子，阿龙肯定也是闲不住的，今天准备上山挖香蕉树，种到自己家的院子里面。等到了山上雾气小点时候，阿龙拿着工具就往山上走了。对于自己家的后山，上面哪里有什么东西，有几棵树，阿龙心里都已经一清二楚了。在山上生活，
每天都是和花草树木打交道。原本没有路，但是阿龙还是走出来一条路。有的网友建议阿龙先修路后致富，但是要知道，阿龙买的这座山实在是太大了，要是修路没有几年时间，就靠他自己一个人肯定是不行的，只能是日常慢慢来，走得多了，路自然而然就出来了。这一片的香蕉树长势特别茂盛，但是距离都比较近，再加上被周围的高大树木挡着阳光，所以阿龙就精挑细选一些好的树苗，移栽到自己家的院子里面。树虽然小，但是根系很多，阿龙在用力地挖着。阿龙虽然看起来瘦小，但是力气却是很大的，全身上下都是肌肉，方方面面都很完美。阿龙已经和小花商量好了，等到小女儿长大一点之后，决定全家都一起回国，回自己的老家看看了。又一根树完美的收拾好了，再去寻找下一个目标吧。在越南山上雨水大，土质好，所以稍微有点树根，特别容易成活。阿龙正在挖的这个小树苗，如果了解香蕉树的，一眼就可以看出来，绝对是一棵很好的树。阿龙一家就等着吃香蕉就行了。阿龙在山上生活，非常渴望成功，渴望过上好的生活，每天的时间都不够用，巴不得一天当做2天用，很是要强。干起活来之后非常的卖力，没用多长时间，阿龙就找到了10几棵树。这要是种到自己家院子里面，那场面肯定好看的不要不要的。在山上生活，阿龙利用大自然的优势，迟早都会成功的，以后肯定可以在越南买车买房，过上好日子的，那到时候肯定会让我们羡慕的。阿龙不费一点力气，直接就上肩背着往回走，一点都不费力气。在大山深处非常的安静，有时候安静倒会让人想家，想自己的过去。阿龙在山上的生活就是这么真实，你会喜欢这样的生活吗？阿龙在越南的家，曾经的荒草丛生，阿龙花费1000元买下，现在已经改造的和别墅一样，这要是圈起来当做旅游景点收费，一点都不过分。阿龙今天又在小院种植香蕉树了，小院又将增加一道亮丽的风景。阿龙在山上砍好树苗之后，扛回家放到院子里，回到家拿上锄头就开始忙活了。为了自己的小院，为了可以让人瞧得起自己，每天都在努力的干活，为了就是通过自己努力改变自己。虽然已经很富有了，自己从国内带来的1万元现金，现在日积月累已经变成了15000，不仅没有少，几年的时间还攒下了不少。超级大的院子，不是在这里度假，而是实实在在的生活在这里。虽然不知道以后的生活会是什么情况，但是也是有可能后半生都会在这里度过的。所以喜欢阿龙生活的记得关注，每天都会更新阿龙的生活，从一无所有到成功，或许就在一瞬间，也或许会是3、5年，但是只要坚持，一切都有可能。更何况阿龙在这里已经生活6年了，可以看到阿龙挖坑时候的力气很大，很是卖力，也是没有办法。为了以后可以让老婆小花和2个孩子可吃上香蕉，苦点累点又有什么？自己选择的生活就要对自己的家人、自己的以后负责。很快10几个坑就已经挖好了，付出了就会有收获的。老婆小花也背着孩子过来帮忙了，小儿子已经去上幼儿园了，所以小花也就有时间帮忙阿龙干活了。如果是一个人领着2个孩子，还是非常吃力的。阿龙挑选的几棵香蕉树又粗又直，枝叶完好，长得很是不错。不花钱的树苗在后山很是多，勤快点就可以有吃不完的美食。你说阿龙真的喜欢这种大山生活吗？阿龙本身就是生活在国内的平原地区，由最开始的讨厌大山，变成了喜欢上大山的生活，一待就是6年，中间经历的苦难只有他自己知道吧。环境可以改变一个人，把阿龙磨练的已经一点脾气都没有了。每天和泥土为伴，每天弄得身上脏兮兮的，也没有地方洗澡。天气好还行，天气不好的时候，可能1个月也不会洗一次。好多网友也是好奇，从来都没有见过阿龙家的厕所在哪里，平时怎么方便？那我只能告诉你，满山遍野这个词，到处都是，很是方便。把香蕉树种好之后，小院里面立马就跟变了一个样一样，立刻变成了夏威夷海滩一样。此情此景，值得鼓掌。阿龙真是太厉害了，又能干活，又可以把小花哄得开开心心的。大山的山顶生活着这样一家人，仿佛过着原始生活一样。这要是跟身边的朋友讲，我想10个人可有9个都不会相信。如果没有视频记录，恐怕就连阿龙都不会相信自己在这么艰苦环境中已经生活6年了。当然偷偷哭得稀里哗啦的时候，从来也没有让大家看过。大家看到小花从来都不会想家，因为这就是她从小生活的地方，并且小花最远就会去过镇里面，再远的地方从来没有去过，也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。现在2个人正在忙活，种植的是什么东西？大家有知道的吗？如果可以说出来这是什么植物，那你肯定也是一个有故事、有见识的人。把空地挖好，等到长得大一点之后，满院子都会变得花花绿绿，充满生机。越是忙碌，阿龙越是不会想家。相反，阿龙最害怕的就是下雨天和一个人的时候，2个人都低着头忙碌着，互相也不说话，
让本来很安静的山上变得更加的凝重，只能听到2个人的呼吸声音和锄头的声音。小花背着熟睡的孩子，小小的孩子也就从小就经历这种生活环境，那么长大以后肯定也不会矫情。我想肯定会感激阿龙和小花的，只要是自己开发出来的地方，阿龙总是想尽一切办法都利用上。土地上种植上植物就是不一样了。大家认为阿龙种植的是荷花还是芋头？欢迎评论区留言。2口子的生活很是让人羡慕，有人也会说看了阿龙的生活之后也会偷偷流泪，感觉阿龙太不容易了。阿龙可以回国，但是阿龙既然已经选择了这种生活，并且现在也算是拖家带口的，已经身不由己了。院里忙完回去之后，赶紧洗洗就照顾刚满月的孩子吧，毕竟孩子还在发烧，这几天的天气不好，湿气很大。其实小花就不应该背着孩子出来，但是闲不住的小花，阿龙说也是不管用。